大家好，我是霍士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你今天戴什么表呢？在上一集影片中，我们聊到了那只薄得像皮肤一样，挑战物理极限的三叉戟。很多人惊讶于 Rovi 对空间的压榨竟能难到这种地步，但如果你以为这个品牌只会玩薄，以为他们只擅长在分毫必争的空间里做文章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件作品，跟三叉戟刚好站在了物理的两个极端。还记得我在上一集说过的吗？ Rovi 这个品牌在设计每一只表的最初期就已经定型了，他们想要呈现的那种狂气与视觉张力，在我看来 Rovi 不像传统表厂在做表，他们更像是一家微型工程事务所。他们不考虑市场流行什么，他们只考虑如何把物理极限推向另一个高峰。如果说三叉戟是优雅且精密的工程学，那今天这只表就是为了挑战深海极限，为了对抗那几百大气压而生的钢铁野兽。它是 Rovi Atlantean 2代，型号为 N002-07。这只表的名字取自消失的传奇文明亚特兰提斯，这本身就让它带有一种悲剧英雄般的史诗感。而这第二代作品更是将这种深海情怀推向了技术与结构的最高境界。这款表的壳型，当我第一次将它从表盒拿出来的时候，那种厚实的装甲感或多或少让我想起了经典的 Seiko 冷冻 GMT SUN019。那种外层盔甲锁住内层本体的霸气感非常相似，但我静下心来细看之后，我才发现他们在细节上的处理完全不同。亚特兰提斯2代的结构是非常明确且硬核的底盘逻辑，它是用一个厚实的 316L 金刚底座，稳稳地锁住中间的机芯本体，再在底座上方支那到令人惊叹的联动表圈，这种层次感做得极其细致，尤其中间的本体的部分，你会发现它呈现的是一种罕见的六角形拉丝工艺，这种处理方式让光线在反射时带有一种层次分明的立体感，而外面的底座边缘则是用其亮度抛光处理来收尾。这种几何线条的交错与表面处理的切换，让这只表在阳光下不只是硬派，还有一种高级工业制品的科技感。这只表最让我热血的设计，就是这个被称为机械皇冠的联动系统，在壳体旁边塞进一个小旋钮去波动内环的设计，它是透过外部巨大带有深邃齿牙的钢圈，直接驱动隐藏在蓝宝石玻璃下的计时环。转动它的手感，我必须强调，那不是转动一个计时圈，那种带有精密阻尼感的机械回馈，简直就像是转动一个顶级保险箱的锁头。每一格的跳动都伴随着扎实沉稳的机械声响，那种咔咔咔的声音，会让你觉得每一齿轮都精密的咬合。这不仅仅是为了计时，这更是一种指尖上的仪式感，将复杂的联动结构保护在蓝宝石镜面下，确保这枚计时环在深海或者极端的环境下，永远不会因为外部因素而移位或卡死。这就是真正的工程美学，它不只是好看，它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诞生的黑科技。更让我惊艳的，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眼睛的细节，是它的悬浮立体时标。说实话，当时我看到表的平面照片时，我以为这些时标是印在面盘上的普通涂层，直到我用手转动表圈时，我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它的刻度圈是固定住的，当你转动外面这两圈联动结构时，你会发现里面的时标竟然跟着联动旋转。这种 3D 空间的视觉惊喜，让这面盘不再是一个平面，它更像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深海探测舱仪表。这种时标悬浮在深蓝盘面上随之共舞的动态美感，在同价位的潜水表中，我真的几乎没见过。既然说到视觉，我们绝对不能略过这条坦克履带般的链带。身为20公分的万维的玩家，我对链带的要求极高。亚特兰提斯2配对的是加厚型的 316L 实心钢带，每一节链结都经过精密抛光与拉丝交替处理。当你用手指划过链带边缘，你会感受到一种莫名的舒爽感，因为每一个切角的边缘都做了极其细腻的钝化处理，摸起来完全没有生硬的割手感。它虽然重，但却重得非常优雅。后锯的部分更是经过强化，采用了潜水装备等级的延伸扣锯，这对我们大骨架玩家来说非常重要。无论是夏天流汗导致的手腕充血，
还是真的你要穿上潜水衣进行水下作业？这个不需要工具就能手动微调的后具，给了你最大的灵活与安心感。关于这只表的厚重感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种不同的视角。我们习惯追求轻量化，但有时候重量代表的是一种存在感。这只表厚度是 3.9 毫米，虽然比三叉戟厚了1倍，但它给你的那种沉甸甸的分量，就像是你在穿上了一套特制的动力装甲。当你把这 316L 金刚铸造的躯体扣在手腕上时，你会瞬间感觉到一种强大的自信。这不是负担，这是一种重装装备保护的安全感。有很多表友私讯我说，厚实46毫米，我真的 hold 得住吗？我再强调一次，真正决定佩戴感的不是表径，关键而是在这46毫米的短表耳设计。它的收尾做得非常干净，即使你不是20公分的大手腕，只要你是标准的成年男性手腕，这只表都能稳稳的在你的腕骨之内。虽然重，但 Novi 的设计师巧妙地利用表背的弧形曲线来分散重量。当你戴上手腕后，它会像磁铁一样牢牢贴合你的腕骨，完全没有多余的晃动感。而在夜光表现上，这只表简直就像一种光学补偿。如果你觉得白天那抹深蓝渐层已经够迷人了，那等到晚上你才会真正爱上它。Novi 在立体时标与指针上当然填充了最高等级的瑞士超级夜光材料 Super Luminova。如果你带着它走进昏暗的电梯，或者深夜开车转动方向盘时，那道幽蓝的强光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，你手腕上戴的不是表，而是一具正在运行的深海反应炉。那种光感不是薄弱的微光，而是一种如同深海灯塔般的强烈存在感。而标志性的长条秒针划过盘面，视觉上充满了科技的神秘感与强大的力量。在机芯的心脏部分，它搭载的是高性能的Sellita SW200瑞士自动机芯，这是一颗经过无数实战检验，以耐用稳定著称的名机。它拥有41小时的动力储存，最重要的是它的抗震性。Novi 在这只表舍弃了那些花俏的机芯打磨，转而追求极致的机械稳定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支300米防水的专业工具。当你在极端环境及高水压下，你需要的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会罢工的心脏。这种对稳定性的偏执，正好呼应了这表款硬核的外形设计。总结来说 ，Novi 亚特兰提斯2代不适合追求轻巧的人，它适合那些已经玩腻主流款式，想要追求物理极限与工程美学的进阶玩家。它用那种厚重的钢铁结构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硬派是不需要向重量妥协的。讲到这里，我知道很多表友心里一定在纠结。我们把这一集的亚特兰提斯2代跟上一集的 Trident 三叉戟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简直是制表逻辑的两个极端。如果你是一个追求极致通勤与无佩戴感的玩家，你希望手表能够完美的藏在衬衫袖口，希望挥动手臂时完全感受不到负担，那么上一支的三叉戟绝对会是你的首选。它玩的是空间的压榨，是把专业性能说到极致的优雅。但如果你跟我一样，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存在感，迷恋这种齿轮转动时扎实的机械阻尼，那么这支亚特兰提斯2代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。它不打算躲在你的袖子里，它要在你每一次低头看表时，能够感受到300米的防水与坦克履带带来的强大自信。这两只表在同一个品牌下打对台，而你要的是轻如鸿毛的极致科技，还是稳如泰山的硬核意志？这早就已经不是在挑选一支计时工具，这是在定义你自己的生活态度。你是那个追求灵动、追求无佩戴感的先锋，还是那个推崇重装、迷恋机械结构的钢铁硬汉？这两只表就像两面镜子，映照两种完全不同的玩表灵魂。我帮大家都把路都铺好了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够不够懂表，看你够不够了解自己内心深处那份对机械的渴望。以上是对 Novi Atlantian 2代潜水表的分享。福利时间，后世的老朋友都知道，我不随便推代码。官网专属折扣码 Holy Time Watch 20依然有效，这28%的折扣是我帮大家从品牌方那里争取来的诚意，也是给看懂这只表的人最大的回馈。老朋友请记得帮我按赞、留言、签到，新朋友请记得订阅厚实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厚实，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